一晚上它触发了这么多条哨兵，耗电4公里。另外一天晚上就没有怎么触发，耗电呢1公里。哈哈哈，有点难崩啊！当时下定的时候我就手慢了一点点，好家伙，这个提车的时间就到了这个时候了。那台小事故苏7 Max 最后卖了18万。哎，要是没撞的话，估计还能有个23、24万吧。这保值率也是够夸张的。话不多说，来玩一下预期吧。但是我们今天换个地方拍。现在我们已经到录音地了啊！今天呢，咱们这个 A 肉就在这儿拍吧。这次我带了一个35平的一个帐篷，但是呢，我们同行的这7个人，没有1个人会搭帐篷。1个小时之后很有可能会下雨，那我们在1个小时之内能把这个帐篷给搭起来吗？有信心吗？哎。不踏实，不踏实，不找错啊！这感觉真的是门，那我们那个是窗。OK， 旋转，旋转。汗流浃背了，明明是在露营那儿的，在各忙各的。天上就已经下起了雨，我们终于在下午的3点40分把这个帐篷搭得差不多啦。怎么说离谱不离谱？事先声明啊，这不是商单，证明一下哈，华为牛逼，华为牛逼，华为牛逼。今天呢，咱们这个 A 肉就在这儿拍吧。你看这所有的摄影灯、风扇全部都是玉器供电的，设备也都是玉器运过来的。哎，车上还有 WiFi， 我还可以在这儿玩米家。有没有小伙伴看过《火星救援》的？我一边展开的时候，脑子里面就一直在疯狂幻视，太有感觉了。说回正题啊，小米现在端上来的这一辆新车，说实话，这30-50万多的顶配可一点儿都不便宜啊。你觉得这花的值吗？首先，第一个我就必须要说，你得知道，玉器在车内会感觉比苏7要大很多，机盖长平，加上两边的肌肉隆起，会让这个车头看起来更大，窗线也比较高，尤其是在城中村，体感上面难开了不止一点点。不过整体感受下来，我觉得我这几万块钱的升级感还是很明显的，内饰更干净、更高级了，设计比苏7大胆了很多。这时候我再看苏7的内饰就比较中规中矩了，也是很好看的，就是不够大胆，尤其是晚上氛围灯一开，差距非常明显。这个天际屏比我想象中还要清晰很多，真的对比度超高、超鲜艳，而且还可以全车所有人都看得见。这个给车内的氛围感是 HUD 没有办法比的，信息显示不会和路面重叠，而苏7那种传统 HUD 的优势就是虚像距离更远，确实地图比例会更好，没那么容易走错路。你觉得哪一种显示方式更好用呢？我也很纠结。至于大小，我觉得真的得用肉眼去看，毕竟有深度，脑子会脑补成一块更大的屏幕。其实是比相机拍出来的更加大的，而且元素都设计的非常大，你看一个字就有半个手机那么大。可能有些视频为了拍全拍得很广，实际上在车上这个可读性是不成问题的，信息排列也比较张弛有度，显示歌词的时候甚至能充当氛围灯用，情绪价值是非常高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 HUD 的卡片，这一个是时速卡片，这一个是地图卡片。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打转向灯的话呢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以我的习惯来说，我会更喜欢地图卡片在前面。这个时候我再把这个地图的卡片放到我的正前方，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打一下转向灯。喂，怎么搞这儿来了？那这个时候我现在要打一个右转，那不更远了啊？它这个玩意儿居然是跟着时速卡片跑了，有点逆贴了。而且你看上面它这个视野范围其实真的很小，就跟我后视镜的视野完全一致啊，基本上。其实它这个摄像头本身角度是够的，你看我现在把它设置到我的中控屏上面来，你看它现在这个就是到这个地方的，但是你再看一下这个 HUD 啊，
What the dog doing? 希望这个后期能够 OTA 给我解决一下哈。座椅呢舒服了不止一点点，前排2个椅子这是零重力，通风加热，还有座椅按摩，哇，大升级啊！之前苏七我开久了是真的有点坐不住，淘宝上面还有给苏七改座椅按摩的，我当时还寻思了这咋改啊？原来就是不停的帮你去摁这个摇头的按钮，模拟人工手法。这完全不算数吧？预期的座椅可以说基本没有照顾什么运动，软软滑滑的，特别的舒服。关键是零重力，主副驾双零重力，这就很爽了。充电的时候搁那一躺，这才叫做驾驶者之车嘛。后排不是小板凳啊，比一比这个高度。怎么样？这个椅子我非常满意，主要是垫条2脚大了之后，真的能多躺几百公里。而且中间2个垫条的出风口，壁柱上面也有2个手条的出风口。朋友表示比苏七那个直吹膝盖的好太多了。虽然我觉得后排座椅按摩和通风也可以安排一下，但比起苏七来说，升级可太大了。这个时候带阻尼的中央扶手打下来，手自然的放在侧面的手托上，朋友上来肯定不会挑你毛病了。苏七的硬伤防眩目和盲区检测现在终于是有了，当时苏七的晚上是这样的，只有后视镜的防眩目。为了让后视镜没有那么晃眼，我还不得不给苏七贴了个车窗膜。不对，看一看1年过去了，小米音响升级了没有？怎么样，够好吗？那接下来我就想聊一聊几个我觉得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了。总体来说 ，Max 版的超静谧座舱隔音，相比我之前的苏七有质的提升。加上在路上跟苏七根本就是2种完全不同的风格。预期舒适模式一点都没有运动包袱，格局感很强，在路上的感觉像是在平移，除了比较大的坑能够感受到干脆的动动，其他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高铁一样的感觉，一定要小心一点，一不小心就容易超速了。玉器和苏七的内部存储都很有特色，思考很多。扶手箱下面的空间有一个槽，可以让你放一些破窗锤啊什么的，旁边还有2个挂钩，放点塑料袋什么的也不怕滚出来。后面这里还有一个空间可以放香薰剂，又或者是塞一点备用纸巾进去也行。门板上面还有一个雨伞槽，而且玉器的这个雨伞槽会比苏七的摩擦力大很多，不会像苏七那样飞出来。后排的右侧有一个很薄的抽屉，这个厚度我还没想好能够放啥。如果你没有选配冰箱的话，那你也可以用有冰箱风为储物槽，甚至空调还会往里面吹点冷风。我觉得真的可以不用选配冰箱了。我苏七上面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用过。一个呢，本身它是半导体，冷下来的时间就要很长。第二个就是你看这一个空间，放个大饮料的池里，倒是不选配的话，还能给一个高级储物盒，够啦。不过我想吐槽一下，手套箱没有按钮是怎么想得出来的？必须得是语音助手喊一下，打开手套箱。手套箱开了，着实是有点难崩了啊。后备箱呢，其实深度跟苏七是伯仲之间的，甚至苏七还略占优势。但是玉器毕竟可以叠高高，我上一次开苏七出去露营，其实已经装载的非常的极限了。但这一次我放倒2个座椅，直接把这35平的帐篷给运过来了，谁还说不够？不过呢，我还是希望这里有一个像001那样子的挡板，这上面还能放一点你后排可以用到的东西，而且还能隔一点点后备箱的声音。我直接一个平移，把苏七上面屏幕周边的配件还有香氛机平移过来。哦对，除了双表盘装不了一点，这个地方如果装上的话，直接就挡住屏幕了，可不能让我699的屏幕挡住我10000把块钱的屏幕哦。169的纸巾盒也买了，等会儿，那车规级的纸巾盒里面的纸巾不是车规级的咋办啊？不过也没关系，车规级的核心版装8件3也照样用。4个79的物理按钮买了，499的滑轨灯套装买了，698的摄像头，199的手势传感器，199的无线充，199的实体钥匙。怎么遥控不了啊？我丢。99的眼镜盒也都买了。我觉得最香的就是这个499的滑轨，这是没有装灯的后备箱，虽然它旁边有2个小灯哈，但是还是很昏暗。
哎，这个是装了灯的后备箱，无敌呀！这个太牛逼了，整一个都照得亮堂堂的，而且还贼方便。如果你想要躺平在这个后备箱里面呢，你还可以在这个米家里面调一调，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温馨的小夜灯。而且这个拆装真的超级方便，你只要按住这2个钮，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抠下来了。然后车里面的这个摄像头也特别的有意思，它是可以上下左右去动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它要调用 WiFi 还有供电，所以说大概是上车1分钟左右之后它才会启用。但是呢，它这个机面有点变态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什么玩意儿，把我脸扯得一会儿长一会儿短的。但是它现在这个摄像头的话呢，还没有办法无线导出视频，也不能让小爱帮你去调到一个特定的角度，估计呢还是得优化几个月的，如果它会优化的话。总体来说，这一次玉器的配件算是玩得更加精密、更联动了。首先，接口全面升级哦。现在螺口部分，下面的这一节负责供电，上面的那一节就负责固定，可以兼容以前的螺口设备，还能磁吸这种按钮在车里面。配合现在 HyperTask 自动化，整个智能座舱的自定义程度相当的变态。后排这里还有一个小屏幕，摁一下拔下来还可以远程操作。这个说实话，我觉得比平板要好使。不过这个手机不能回到桌面，挺好的，不然的话，小朋友分分钟给你下一个王者来打。不过，假如出问题的话，我该找雷总还是找金凡呢？联动米家田那就更加是基本功了。现在我下班呢，就只要按一下这个，然后它就会自动导航回家。然后家里面的循环扇还有空调也都开好了。出门的时候按一下这个按钮，家里的所有空调和灯自动关上，车上空调自动打开。再按一下这个，请紧握扶手 ，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咁啊，靠近車門 ，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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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看起来很棒是吧？我要泼个冷水了。1年前我也是这样期待苏七的，当时指望苏七能够有很多第三方配件，又或者是像米家一样，久不久就能看到一些忍不住就想掏钱的东西。结果最后还是等预期发布会才迎来了一批新配件。跟米家的联动虽然更新了很多，版本都不痛不痒。比如说我设置车到家就打开家里面的空调，结果我出门的时候可能位置闪现了一下，家里面的空调开了。总体上界面和功能还是有点简单，连软件上最大的更新 HyperTask 自动化都得等预期出来之后才跟着上线。平心而论，这已经比其他车升级能力和速度强很多了，但智能车的上线还有待释放。你以为我吐槽这么多的预期会觉得预期很坑吗？完全不是。虽然前后我买过好几台 SUV 啊，理想、问界还有智界都买过，但其实我个人呢是很排斥买 SUV 的，因为咱们往往在说 SUV 的时候，主驾基本上就是个被牺牲的角色，零重力在后面，娱乐大屏也在后面，底盘围绕着舒适，甚至有一些车还可以给主驾放降噪，屏蔽后排聊天。其实有很多 SUV 做的又大又高级，坐进去简直陷在里面无法自拔。或许我骨子里面还是希望买了一台新车，最重要的是要让我自己开心，希望我的车也是一个有个性的。当我跟朋友介绍着这个按钮可以控制家里面的空调，这个屏幕可以扒下来，看着大伙们发现各种好玩的搭配，我突然觉得所谓的豪华 SUV 并不只有家这一种固定的范式，驾驶者之车也不一定只能是同意、战斗、肾上腺素，也可以是零重力沙发、休闲，跟某个人舒舒服服的旅程。作为一个人，自私的满足或许也同样重要。我想照顾身边的人，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牺牲自己呀。而玉器的出现告诉我，每一个位置的乘客都很重要，当然包括作为车主的你。OK， 那么这期特别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哦吼，天黑了，我们也收工啦。耶，谁掉的太阳？哦，原来是。